佛法悠悠，千百年来宛如一盏永不熄灭的明灯，为无数踏上修行道路的人们照亮心灵的漫漫征途。寺院的殿堂之中，一尊尊佛像静静伫立，他们不单单是信众虔诚礼拜的对象，更是佛法精神以具象化形式的展现，承载着无数人的信仰与希望。然而，有三尊独特的佛像，似乎从不会同时被供奉在同一个殿堂之内。这三尊佛像究竟是哪三尊？他们的背后又究竟隐藏着怎样不为人知的因缘际会以及高深的智慧呢？为什么古德高僧们会特意告诫在家修行的人们，对于佛像的供奉需要格外留心？这看似简单的供奉行为背后到底蕴含着怎样深奥的修行哲理呢？在一个残阳似血的傍晚，余晖洒落在灵山古寺的红墙金瓦之上，将整个寺院都染上了一层庄重的色彩。秋风轻柔地吹过，落叶纷纷飘零，给这座历经千年岁月的古刹更增添了几分宁静与肃穆之感。此时，一位面容清瘦但眉目间透着慈祥的老者正缓缓朝着大雄宝殿的方向走去，他便是灵山寺的住持悟明方丈。只见方丈双手合十，面向佛像，深深行了一礼，随后在一旁的蒲团上安然坐下。就在这时，一位年龄大约30岁左右的居士小心翼翼地朝着方丈走近，他恭敬地施了一礼后说道：“师父，弟子心中有一事深感疑惑，特来恳请师父为弟子开示。”这位居士名叫刘德，他年少时家境十分贫寒，双亲早早离世，是由祖母一手抚养长大。祖母一直信奉佛教，常常带着年幼的刘德前往寺院礼佛。在这样的环境熏陶下，刘德自幼便对佛法生出了几分敬意。成年之后，刘德经过多年的拼搏奋斗，如今已经成为了一家企业的管理层，生活也逐渐安定了下来。近些年来，他时常回想起祖母的教诲，心中对佛法的向往愈发强烈，于是重新回归佛门，在家潜心修行，至今已有3年时间了。刘德略显紧张地继续说道：“弟子近日打算在家中设立佛堂，但是对于佛像的供奉方法知之甚少。听闻寺院中在供奉佛像方面有诸多的讲究，弟子生怕自己因为做得不恰当，从而冒犯了诸佛菩萨，所以特地前来向师父请教。”悟明方丈听闻，神色变得柔和起来，他轻轻抚摸着自己的长须说道：“善哉善哉，居士能有此问，实在是难能可贵。许多人在供奉佛像的时候，往往只是注重表面的形式，却并不明白其中真正的含义。设立佛堂这件事看似简单，实则蕴含着诸多的讲究。”刘德眼中满是求知的渴望，说道：“恳请师父为弟子指点迷津。”此刻，暮鼓的声音悠扬的在寺院的上空回荡，几只飞鸟从天际划过，空灵的梵音也从大殿内缓缓飘出，让整个寺院的庄严肃穆之感愈发浓烈。悟明方丈站起身来，带领着刘德缓缓走进大雄宝殿。殿内香烟袅袅，佛像的金身被烛光映照得熠熠生辉。老方丈指着大殿正中央的佛龛说道：“你看，我们寺院大殿的中央供奉的是本师释迦牟尼佛，在两侧分别是文殊菩萨和普贤菩萨，这就是常见的一佛二菩萨的格局。”之后，方丈又带着刘德来到了西院的一座偏殿之前，说道：“这里是阿弥陀殿，专门供奉西方三圣，也就是阿弥陀佛、观音菩萨和大势至菩萨。”接着，方丈又指向了东院的方向，那边是药师殿，供奉的是药师佛以及日光菩萨和月光菩萨。悟明方丈脸上带着深意，向刘德问道：“居士可曾想过，为什么寺院会将不同的佛菩萨分别供奉在不同的殿堂，而不是将他们集中供奉在同一个地方呢？”刘德思索了一会儿，诚恳地回答道：“弟子愚笨，实在是想不明白其中的奥秘。”悟明方丈微微点头，目光炯炯有神。佛法非常讲究缘起，
每一位佛菩萨都有着其特定的因缘和功德，分殿供奉，自然有着深刻的意义。方丈的画风突然一转，最近有施主前来寺院捐赠了3尊十分珍贵的佛像，并且想要将他们一同供奉在新修建的禅堂之内，但是被老衲婉言谢绝了。你可知道这是为什么吗？刘德心中越发困惑，说道，难道是因为有些佛像不适合同时供奉在一起吗？悟明方丈目光深邃，说道，正是如此。在佛门之中，有3尊特殊的佛像，自古以来就有着不可同堂的说法，这并非是迷信，而是千百年来高僧大德们在修行过程中积累下来的智慧。刘德心中感到十分震惊，连忙追问道，敢问师父，是哪3尊佛像有这样的讲究？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说法呢？悟明方丈不紧不慢地说道，这件事说来话长，老衲刚刚进入佛门的时候，也曾经对这件事感到疑惑不解，直到后来经历了一次非常奇特的事情，才真正明白了其中的玄机。正在此时，寺院的晚钟声响了起来，悠扬的钟声传遍了整个山谷，这也标志着晚课即将开始。大殿外，僧众们已经整齐的列队，朝着大雄宝殿的方向有序的走去。悟明方丈看了看天色，对刘德说道，时间不早了，晚课马上就要开始了，等晚课结束之后，老衲带你去藏经阁，详细的跟你说一说这件事情的缘由。晚课结束之后，月亮已经升到了天空的正中央，悟明方丈带领着刘德穿过一条幽深的回廊，来到了一座古朴的建筑面前。这里就是我们寺院的藏经阁，里面存放着历代高僧留下的典籍和手稿。悟明方丈从怀中取出一把古旧的铜钥匙，打开了那扇厚重的木门。藏经阁内，烛光轻轻摇曳，一排排经书整齐地摆放在雕花木架之上，散发着淡淡的檀香味。悟明方丈径直朝着一个布满灰尘的檀木箱走去，小心翼翼地将它打开。这是我们寺院历代住持的修行笔记，里面记载了许多不被外人所知的佛法奥秘。他从箱子中取出一本已经泛黄的线装书，轻轻地将它翻开。刘德好奇地凑近一看，只见书页上有着精美的佛像图样，旁边还有密密麻麻的注解。悟明方丈指着书中的一页说道，当年我的师祖曾经遇到过一件奇怪的事情，有一位富商在家中同时供奉了3尊佛像，没过多久，他家的家道就开始中落，最终落得了妻离子散的下场。他来到寺院向我师祖求教，我师祖查看之后发现，正是因为那3尊佛像同时被供奉在一起，导致了能量相互冲突，福报也随之消减。刘德听后心中感到十分震惊，原来佛像如果供奉不当，竟然会产生如此严重的后果吗？悟明方丈面色凝重地说道，佛像乃是庄严佛法的依托，供奉是有一定的方法和规矩的，万万不可疏忽大意，尤其是那3尊特殊的佛像，更需要格外小心留意。悟明方丈合上了古书，朝着窗前走去，望着月光下的寺院建筑群，缓缓地说道，20年前我在游历南方佛寺的时候，曾经遇到过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和尚，他在临圆寂之前特意嘱咐我，一定要将这一重要的佛法常识传授给有缘之人。刘德心中涌起一阵神秘与敬畏之感，急切地问道，师父，到底是哪3尊佛像不能同时供奉在一起呢？弟子诚心向师父求教。悟明方丈听后神色变得凝重起来，他长叹一声说道，这件事关乎修行的根本，不可以轻易地传授给他人。古德曾经说过，佛法无人说，虽智莫能解，今日见居士诚心求法，老衲便破例告诉你。悟明方丈从怀中取出一串菩提子念珠，神情肃穆地说道，佛像的供奉之道乃是修行的基础，然而在当今社会，有不少在家修行的人往往只是一知半解，随意地进行供奉，甚至将不同法门、不同修行方向的佛菩萨混杂在一起摆放，却并不明白其中的深意。方丈的声音忽然变得低沉起来，
有一个禁忌，自古以来就一直在流传，但是却很少有人知道。如果违背了这个禁忌，不仅修行难以取得进步，甚至还可能会遭遇不测之祸。话还没有说完，一阵奇异的风突然吹进了藏经阁，烛火不停地摇曳，书页也开始自动翻动起来。恍惚之间，似乎有隐隐约约的梵音从远处传来，藏经阁内的气氛顿时变得异常神秘而庄严。刘德心中感到一阵震撼，全身的汗毛都竖了起来。他急切地问道：敢问师父，这究竟是怎样的一个禁忌？为什么会产生如此严重的后果呢？悟明方丈微微闭上双眼，似乎在回忆着什么。过了许久，他才缓缓开口，声音低沉而有力：那三尊不能同堂供奉的佛像，分别是大日如来、阿弥陀佛与药师佛。刘德听后，脸上露出了疑惑的神情。这三位佛，难道不都是怀着大愿大悲之心救度众生的佛陀吗？为什么不能供奉在同一个殿堂之内呢？悟明方丈点了点头说道：正因为他们都是发大愿的佛陀，所以他们所代表的法门以及修持的方向也有着很大的区别。如果不了解其中的根本，就盲目的进行供奉，就好像是三匹马套在同一辆车上，却各自朝着不同的方向奔跑，这样不仅无法朝着觉悟的道路前进，反而还会扰乱自身的心性。悟明方丈缓缓地走到书架前面，轻轻地拂去一侧经卷上的尘埃，取出一本封面已经十分残旧的《密藏缘起录》。他翻到其中的一页，指着上面的图文说道：大日如来是密宗所尊崇的法界体性佛，主要掌管着圆满的法界，修行者大多依照大日经、金刚顶经进行修持，以观想、持咒、构建坛城作为入道的方法。这个法门十分深奥玄妙，十分注重密契师承，而阿弥陀佛则是净土法门的主宰。他曾经发下48大愿，旨在接引众生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修持这个法门的关键在于一心念佛，依靠信愿行这三资粮。这个法门重点在于信仰和皈依，简单明了，适合广大众生。悟明方丈合上经卷，又走到一旁的案几旁边，用手指轻轻地点击着桌上的一尊佛像小像，说道：至于药师佛，也就是东方琉璃光如来，他以12大愿来救疗众生身心的病苦。这个法门同样注重供养、忏悔、持名以及诵经，属于护身安生的修行方法。刘德听得十分入神，心中渐渐明白了一些，但是仍然有些不解。如果这三尊佛陀都有着慈悲的愿力，弟子如果怀着诚心去供奉，难道不是更能够得到佛的庇佑吗？悟明方丈摇了摇头说道：佛并不会拒绝诚心向佛之人，但是佛法有其界限，佛愿也有其对应的法门。这三尊佛所对应的是3种不同的修持根器以及解脱的路径。大日如来象征着法界无相，注重观智；阿弥陀佛侧重于信愿往生，注重心念；药师佛则着重于现世的安乐，注重行愿。如果将三者并列供奉，却不明白其中的含义，就会导致心神无法集中，最终使得修行变得紊乱无序。悟明方丈稍微停顿了一下，语气变得更加郑重。曾经有一位在家修行的人，因为求法心切，在同一个佛堂内供奉了这3尊佛像。他自己一边修行密咒，一边念佛回向，还诵读药师经祈求福报。1年之后，他开始出现神识散乱的情况，情绪也变得极不稳定，身心都承受着极大的痛苦。最终他向一位禅林高僧求助，才知道自己误入了歧途。经过3年的调养，他才逐渐恢复正常。刘德听后脸色都变了，弟子竟然不知道佛像的供奉之法有着如此深刻的含义。如果当初弟子贸然设立佛堂，岂不是也会招来祸患吗？悟明方丈面带微笑，点了点头说道：所以今天跟你讲这些，并不是为了禁止你敬佛的心意，
而是为了引导你走上正确的修行道路。佛法就如同良药，必须要对症下药，才能够治疗疾病。悟明方丈望向窗外皎洁的月色，缓缓地说道：居士如果想要设立佛堂，可以选择一尊与自己心愿最为契合的佛，专心地进行修持和念诵，这样才能够真正入道。如果你的心向往净土，那么供奉阿弥陀佛就是最好的选择。如果想要祈求现世安稳，药师如来自然有着独特的妙用。如果与密宗有缘，那就需要得到名师的引导和传授，切不可盲目的自行涉足。刘德深深地行了一礼，眼中满是敬意。弟子今天受益匪浅，十分感激师父的开示，一定会将师父的教诲牢牢地记在心中。悟明方丈轻轻地颔首，转身取下墙上的一串香珠，递给刘德。这串香珠曾经跟随我修行10年，今天把它送给你，希望能够帮助你安心念佛。愿你在修行的道路上能够稳步前行，不偏离正道。刘德双手接过香珠，眼中闪烁着泪光，恭敬地说道：弟子一定不会辜负师父的嘱托，愿意以自己的身心奉献给佛，用于修行，永远不会忘记自己的初心。藏经阁外，夜风吹动着竹子，月影斑驳，那串香珠在刘德的手掌中依旧温热，仿佛也承载着一段静静流淌的佛缘。而悟明方丈则静静地站在檐下，仰望着星空，低声念道：佛法其实离人并不遥远，只是人们自己常常背离它。愿天下所有有心向佛之人都能够得到正道的指引，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盏明灯。如果你喜欢佛学内容，记得点击关注和订阅，不错过每一次深刻的分享和启发。让我们一起探索佛法的智慧。